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微博投票排行，为何《藏海传》仅居第2，《利剑玫瑰》位列第3。10月14日，微博世界大会的剧集投票一公布，评论区立马就炸开了锅。肖战演的《藏海传》排第2，迪丽热巴的《利剑玫瑰》居第3位。反倒是李一桐和刘宇宁主演的《书卷一梦》夺得了第1名。很多人都觉得奇怪，这部开播之前没什么特别热议的古装爱情剧，怎么就能比2大流量明星的热门作品还要火爆呢？一书卷一梦，古偶剧玩出反套路，海外观众都跟着起义。要说今年最挺会玩新花样的剧的话，书卷一梦绝对算得上一个。这个故事讲得挺有意思的，女主穿越到自己写的古装偶像剧里，结果发现自己变成了那种命运悲惨，活不过3集的炮灰女配，还碰巧开启了死亡循环模式，死法多得不得了，有牌匾砸死的，喝水呛死的，甚至还有被雷劈死的，种类多达108种呢。后来他干脆带着书里的角色一起造反，反抗编剧那些狗血的剧本，连反派男主也加入了他的行列，帮忙做剧情 PPT， 一块琢磨怎么改结局。你瞧，这脑洞还真挺戳中年轻人的喜好，挺有趣的。数据显示，这部电视剧在国际上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3亿，直接登顶了泰国、美国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热播榜第1名。有些国外的粉丝追到半夜还在看剧，在评论里用零散的中文留言，古人 CPU 已烧干。毕竟谁没在古装偶像剧里吐槽过那脑袋不灵光的剧情呢？更搞笑的是，他竟然把反内卷变成了大家都认同的共识。女主在剧里抱怨天天996写剧本，倒不如直接掀桌不干。结果现实中打工人都疯狂地表示认同。有人把剧里的那句"我不演了"搞成了手机壁纸，另有人在公司电梯贴出纸片人都起义了，你还在忍的牌子。这种把虚构故事和现实问题搅在一块的操作，让这部剧不再只是那些小情小爱，反倒变成了年轻人嘴里电子榨菜加精神替代品的组合。《藏海传》98.7%完播率有多狠？30岁观众都为他破防。《藏海传》输的其实并不算冤，多少有点遗憾。肖战在剧里扮演的藏海角色，从沉默坚韧的世子变成掌控一切的权谋高手。光那场在雪原上跪拜师傅的戏，就把额头狠狠砸进雪堆里，血和血水混在一起，从睫毛上滴下来。导演还特意叮嘱一条过，拍多了就不真了。他的演技厉害到让观众都把倍速调回正速，结果把全片的完播率直接推到了98.7%。你的知道啊，现在能让观众不快进的剧，简直比大熊猫还少见。令人惊讶的是，30岁以上的观众比例竟然高达38%。平时对古装偶像剧没怎么搭理的观众，竟然被藏海那10年隐忍的表现给打动的泪崩。有个职场人说，看到他在朝堂上装疯卖傻，真像我每天对着客户陪着笑脸一样。肖战自己也提出，藏海并非十全十美的英雄，他会害怕，会胆怯，不过最终还是敢和命运硬碰硬。这种接地气的角色，要比那些高高在上的霸总人设更能触动中年人的心弦。不过要挑毛病的话，可能就是题材偏正经了点儿。藏海传走的是权谋和成长的路线，没有书卷一梦那样轻松搞笑的外壳。年轻人觉得有点闷，投票支持的时候自然就不占优势。不过从口碑来看，
他绝对算得上今年古装剧里的无可争议的冠军。3. 利剑玫瑰，迪丽热巴撕掉花瓶标签，刑侦剧也能成顶流。这次迪丽热巴是真的拿出了真本事。为了把打拐女警邓妍演得逼真，热巴特意晒黑了3个色度，素颜登场，还坚持练习了3个月的特警格斗。剧中那些反手摔擒的动作，连胳膊上的青筋都凸出来了。导演说他在审问人贩子的时候，眼神锐利的都能把群众演员吓哭，那不是演的，是真当自己是警察了。这下可真不赖了，利剑玫瑰的 CVB 峰值直奔 1.729%， 直接摘得今年刑侦剧的收视第1名。你的小的，刑侦剧一直都是男星的天下，热巴能闯出一片天，可不是光靠长得漂亮那点事。一个老刑警说过，他演的警察带点硬气，办案时就像条狼盯着猎物，可平时又会偷偷给被拐的孩子塞糖，这才是真实的人。不过，为什么只排第3呢？大概还是因为题材有限吧。刑侦剧的粉丝主要还是中老年人，年轻人对投票的热情比起古偶剧就逊色不少。虽然如此，但没关系，热巴用这部剧告诉我们，流量并非罪孽，只要敢转换路线，努力付出，依旧能赢得观众发声。姐姐真是太飒啦！4. 排名背后，观众用投票告诉我们，好剧到底该咋拍？其实这个排名也算提醒行业了，现在的观众早就不再被顶流光环吸引，他们更关注的是情感共鸣。书卷一梦这马，让人笑出声，骂出声，还能想到自己平日里的点滴生活。藏海传靠着精彩的演技和细腻的细节，成功打动了那些挑剔的成人观众。利剑玫瑰凭借着真实的氛围，硬是打破了刑侦剧缺流量的旧观点。这些细节比任何一线明星的名字都更有用。归根到底，微博投票就像一面镜子，书卷一梦之所以成功，是因为他懂得年轻人的心思。藏海传之所以让人动心，是因为他感动到心底。而利剑玫瑰厉害之处在于打破偏见，让人眼前一亮。排名排得再靠后也不算啥，重要的是这些剧让我们明白，不管是什么题材，只要敢于创新，用心呈现，观众就会乐意为他投上一票。